注意看，这个漂亮女人马上就要死了。月黑风高，大雨滂沱，女人等来一辆出租车朝家里赶去。她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摔神附体，碰上凶残的雨夜屠夫。女人见势不妙，在车内疯狂挣扎。她抓住机会，迅速打开车门逃跑，误打误撞进入一片烂尾楼。忽然，司机从角落钻出，寂静的雨夜瞬间响起撕心裂肺的惨叫。几天后，警方接到报案，当他们见到女人的尸体的那一刻，全部吓得呕吐不已。到底是什么样的变态，才会将死者的胸部割掉，又用几十刀把身体捅得稀巴烂？因为事发当天大雨冲刷掉了现场所有痕迹，所以警方的调查工作直接陷入了僵局。无奈刑警队长阿珍只好前往香港寻找曾经的雨夜屠夫林过云咨询案件，试图找到凶手作案的规律。阿珍来到监狱长的办公室，却意外得知林过云得了精神分裂症，最近2个月病情极为严重。阿珍稍一犹豫，还是决定见林过云一面。千万要保持距离啊，不要太接近他，很危险的。因为他已经打伤了5个犯人，刺伤了1个狱警，你要小心啊。当阿珍走入狭窄的过道，犯人全都兴奋地朝他伸出魔爪。阿珍走到玻璃牢房前，发现十恶不赦的林过云居然在认真地研究人体学。他刚在凳子上坐下，林过云就趴在玻璃上，露出一副猥琐的表情。你好像对女性的胸部特别有兴趣。女性的胸部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半圆形，是生命之源，是情欲的焦点。也是你杀人的焦点，是不是？到底什么原因，你当年杀了那么多女人？这时林过云突然哲学家附体，说自己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女人不杀，偏偏选中那几个倒霉蛋。交谈过程中，林过云悄悄使用催眠术降低阿珍的警惕性。等他从窗口递文件时，再一把抓住阿珍滑不溜秋的小手狠狠嘬2下。见阿珍气得翻白眼，林过云赶紧说出自己的推断：资料里的第一个死者，肯定不是他第一个所杀的人。你这么肯定？这是我的专业知识。当阿珍追问起案件的细节，林过云却趁机提出一个非分的要求：我很需要你的光彩来激发我的灵感。你想不想我帮你抓到凶手？难道你连脱去一件外套的代价都不肯付出？阿珍变得眼神迷离，她听话地脱去外套。这时林过云悄悄把铅笔藏在背后，只要阿珍一靠近，就马上发动偷袭。关键时刻警铃突然响彻牢房，幡然醒悟的阿珍急忙抱着文件逃跑。经过这件事，她深刻认识到了林过云的厉害之处。然而为了尽快破案，她只能鼓起勇气找林过云寻找剩下的答案。雨夜屠夫到底有多可怕？她只用几句话就将牢房内的犯人催眠，叫他在牢房内自杀。第2天，阿珍来到监狱长的办公室，监狱长叮嘱他千万要提高警惕，不要接近林过云。阿珍重返牢房，发现林过云正用抹布蘸着鲜血在墙上作画，场面极其诡异。80%的凶手都认识死者，因为这样比较容易下手。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杀一个自己所认识的人，要排除很大的心理障碍。听说第1具尸体是野狗翻出来后，林过云立马嘲笑凶手是个蠢货，把尸体乱扔只会增加自己暴露的危险。接着林过云提出去广州住3个月牢，交换条件是帮阿珍找出万恶的雨夜杀人魔。然而林过云罪大恶极，阿珍当然不会同意引渡。回到宾馆，阿珍给同事打电话：你查一查上一个死者胸部有多大？38了。38？喂，科长，你没吓坏吧？38而已，你差不多也有啊。案情紧急，阿珍急忙返回广州调查凶手。通过排查死者信息，阿珍发现第1位死者在剧团工作，她猜测死者与凶手认识，于是带人前往剧团摸排信息。当他们排查工作人员时，凶手在暗中悄悄观察警方。与此同时，阿珍在厨房发现一个嫌疑犯。小胖一见警察，立马变得无比激动。随后在他宿舍发现许多水果刀。干什么？阿珍打开柜子，没想到里面竟藏着一只男人大玩具，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晚上，阿珍和同事小美去饭店喝酒，他们刚喝得微醺上头，门外就下起滂沱大雨。阿珍提出送小美回家，却被小美严词拒绝，自己又不是小孩子，哪能让领导送自己回家？无奈阿珍只好拦下一辆出租车。喂，过来吧，过来呀！后面有车，你上这辆吧。殊不知2人汽车这么一换，命运立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美上车后，靠着车门开始呼呼大睡。等她醒来时，出租车已经在工地停下。小美晃晃悠悠地醒来，这是什么地方？雨夜出租车独自出门的单身女人，这是雨夜天魔作案的必备条件。阿珍和小美雨夜打车回家，她
他们一个疏忽竟倒霉的遇上了雨夜天魔。小美喝得醉醺醺，坐上出租车立马迷迷糊糊的沉睡过去。等她发现情况不对，已经为时太晚。小美挣扎着逃跑，可她没跑2步就被司机追上。在她的惨叫声中，司机拎着棒球棍狠狠砸断小美的双腿，并用小刀将她残忍杀害。第二天，阿珍领着警员赶往现场，她看着小美的尸体，情绪瞬间崩溃。阿珍后悔极了，如果她送小美回家，小美就不会惨遭毒手。另一边，凶手在家扭来扭去，他把2块硅胶贴在胸前，变态性格一览无遗。为了给小美报仇，阿珍努力说服领导，请求把罪犯林过云引渡回广州，协助他们办案。为了防止他越狱逃跑，阿珍不走寻常路，专门在天台安装了一个超大号铁笼，保证他360度无死角关紧，同时安排人手站岗对他全天候监控。你给我的资料我看过了，你猜对了，你没查错地方。你认为剧团里哪个是凶手？凶手的心态跟我不同，我对女性的体态美是欣赏，而他是破坏，是因为他妒忌，他自卑。林过云说完对凶手的分析，他立刻闭口不谈。现在他还没从阿珍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阿珍对林过云的话百思不得其解。就在她和男友聊天时，阿珍突然灵机一动，想到罪犯很有可能是发育不良，是个飞机场的女人，只有这样才会对身材好的女人产生嫉妒心理。很快，阿珍在剧院发现一个受伤的人，她急忙跑过去查看情况。发生什么事？凶手在哪儿？阿珍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找过去，封闭阴暗的环境让他感觉无比压抑。谁？见对方不断搔首弄姿，阿珍瞬间警惕心大起。忽然，凶手扔掉假发，显出他的本来面目。别动，别跑！阿珍艺高人胆大，直接顺着凶手逃跑的方向追去。不料凶手仗着熟悉环境，竟然想对他发动偷袭。别看凶手瘦瘦弱弱，他战斗力逆天，没一会儿就将阿珍制服。阿珍被打得遍体鳞伤，凶手又用绳子把他捆在轴承上。徐璐，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有大批公安在上面，你跑不掉的。我跑不掉，是你跑不掉才对。危急关头，一个女演员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她吓得放声尖叫。徐璐立即转身追杀，见状，阿珍拼命挣开绳索，与徐璐缠斗在一起。恰在这时，升降台忽然启动，两人血吃呼啦地蹦了出来。下一秒，警察将徐璐团团围住，把她抓了起来。困扰广州警方的雨夜凶杀案终于告破。影片结束，《雨夜天魔》上映于1993年，导演肖荣主演包括邱淑贞、吴镇宇和梁佩虎等。该片豆瓣评分为5.6分，是香港一部经典犯罪片。片中吴镇宇扮演的杀人犯形象入木3分，将高智商罪犯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片紧跟社会热点，聚焦女性力量，用正与邪的较量来呼吁大家关注女性的安全问题。我来提一嘴，雨夜天魔来作案，愁得阿珍团团转，找到老林求线索，酷嗤一声把案破。横批：雨夜天魔真好看，记得点赞关注哦。